鲁罗罗。这次要带来的是关于3月6号官方在 1.4 版本中直播的重点总结。若是在直播时没有时间看，或是懒得看那么长的记录档的话，这里洛洛将会整理相关的重点。这次将会分为以下重点：角色卡池、风花节活动、新角色、新怪物、新武器、系统优化和一些小东西。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可以先订阅一下哦。1.4版本风花节温迪确定要复刻了，还在犹豫要不要抽的，如果你手上还没有温迪，必抽必抽必抽，真的很重要，所以说3次。错过干雨、萧、胡桃都还不要紧，错过温迪，不止大地图探索，多数副本甚至是深进螺旋都会花上不少时间。很多 C 位都有可以其他替代的角色，但是目前可以说是没有角色可以取代温迪哦，所以不要再问了。没有温迪，赶快趁复刻时抽一只起来。而已经有温迪的话，洛洛自己是觉得0命就很够了。若是要再往上提升的话，1命的话有跟没有一样。若是加强辅助定位可以升到2命，加强输出能力可以升到4命或6命。在温迪之后，公子也即将复刻。身为水属性的强力主 C， 若是对于公子的特性还不是很了解的话，可以参考过去洛洛做的公子角色分析影片。而随着后面版本的水套圣遗物推出后，公子的圣遗物流派也有很多种。后面洛洛也会再根据公子推出的时间整理相关的公子圣遗物套装推荐。而至于公子抽不抽的建议，若是没有主 C 的角色可以抽，但要抽的话建议抽到1命。虽然0命也是可以玩，但是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培养成本比较高，还不如0命胡桃、干雨或萧。若是手上有0命公子的肉肉，也可以考虑在这次卡池中提高公子的命座到1命，而公子的强度都是锁在命座里面。想要体验超爽战斗手感的话，大佬也可以考虑直冲满命。预计在公子 UP 池中会加入4星新角色罗莎莉亚，为游戏目前唯一的冰属性长枪角色。看技能招式定位，应该会是属于输出项或是挂冰工具人的角色，配合天赋还能增加自身的暴击率。大招的特色是将长枪插入地板后，持续造成冰元素范围伤害，同时为其他人增加暴击率的 buff。虽然还不像凝光一样到很推荐入手的4星角色，不过还是可以搜集来搭配水 C 公子或火 C 迪卢克或胡桃打蒸发或融化反应。加上喜欢大姐姐的肉肉们，也可以考虑在拉公子命座时顺便入手罗莎莉亚。后续洛洛也会再做相关的罗莎莉亚角色分析影片。接下来是关于风花节的活动，第一个是崎岖蜜源，每次挑战会随机有3种不同的小游戏，从小游戏里面获得积分后会有 buff， 最后挑战 BOSS， 有点类似糖豆人游戏模式的机制。根据直播画面来看，小游戏的种类还蛮多的，会在活动期间陆续更新新的小游戏。在风花节活动的兑换商店中，除了能够兑换一些制式之冕和素材之类的道具之外，比较特别的是将能够兑换2个永久的限定道具，其中一个是风花节纪念气球，另外一个是风物之诗情。2个道具都可以在单人或联机时使用，而风物之诗情也可以和好友一起合奏。整个活动参与下来将可以获得共1000元时。风花节期间也会有3个挑战活动，简而言之就是飞行、射击和音 game 的模式。这次风花节也会有新的烟朵拉任务，烟朵拉是从水之国度来的迷你水精灵，透过与水精灵烟朵拉的合作探索，完成一系列的区域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一只可爱的水精灵，类似之前的仙灵活动任务，完成后就多了一个小跟班。再来洛蒂亚的愤怒，类似于先前雪山活动出的狂暴急动术，而这次要挑战的是狂暴版的纯水精灵。以往打纯水精灵时，本体都在天上观望讲一堆话，洛蒂亚你下来呀！哼哼，我这不就下来了吗？快逃啊！总之就是要来打他的本体啦。挑战洛蒂亚时需要消耗数值，而获得的奖励会比地脉之花还多。同时根据探索区域的进度，还可以再领到原石和摩拉等奖励。震动潮流类似擂台赛，让你体验无双战斗的玩法。活动每天都会开启一个新的挑战，共有3个难度，需要完成3个要求才能通关。不同的挑战有不同的 buff， 一样可以获得原石、摩拉和一些素材奖励。这次 1.4 版本主要更新了1把5星武器以及4把4星武器。首先5星武器周末积碳之师应该就是属于温迪的专武，副词条主要提升的是元素充能，而被动效果则是在 E 技能或 Q 技能命中敌人后，提升队伍中的所有角色元素精通和攻击力，可以大幅强化温迪在辅助方面的作用。武器外形也蛮漂亮的。暗象闪光是新的4星单手剑，副词条增加暴击率。
被动效果为装备武器的角色会增加伤害，但受到伤害的话会在5秒内失去效果。总觉得5秒稍有点太短。但如果是高经验的暗象闪光搭配短秒数打爆发的话，感觉还不错。新的4星弓暗象猎手父子条增加暴击率，被动效果为角色在场上时每4秒提升攻击力和暴击伤害，最多叠加5层，而且效果不会随着角色退场后消失，但是会在受到伤害后解除效果。感觉套盾给使用这把弓的角色或许可以常驻维持这把弓的 buff。新的4星法术暗象的九羽狮父子条增加的是元素精通，类似于先前的千言系列武器。九羽狮法术的被动效果是队伍中每有一位蒙德角色就可以获得攻击力和移动速度的提升，最多可以叠到4层。虽然不知道使用度如何，但是感觉用莫娜在大地图跑路时应该会跑超快的。另外，在风花节活动兑换商店中，也将可以获得一把新的4星弓风花之颂，主要提升的是基础攻击力和元素精通。被动效果为释放一技能时增加攻击力16%，维持6秒，适合像是温迪或是菲希尔之类的输出像弓箭手。在活动期间，也可以透过奖励让这把武器买经验，和腐殖之剑一样，都是活动限定武器，想搜集的不要错过。这把武器外形洛洛也很喜欢。1.4 版本也更新了新的主线剧情，同时在新的主线剧情中也将出现新的怪物深渊使徒，有点类似使用水元素攻击的鱼人众系列，不知道跟公子有什么关系呢？这次也将加入4位4星角色的个人剧情，有芭芭拉、诺埃尔、重云和班尼特，和传说剧情一样，需要透过消耗钥匙。每个角色的个人剧情需要消耗2把钥匙，剧情中的对话都会有多个分支，选择不同的对话选项会影响到最后的结局。不过由于可以重复游玩，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结局线的内容，最多5个旅程结局。随着获得的结局数量，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还可以获得限定的 CG 图哦。再来是后续的优化内容，首先原本身上只能最多携带3个浓缩树脂的上限将会增加变成5个，虽然感觉多人联机时不能合树脂的限制还没有改，但应该也是一个还算不错的优化。这里对于不常做料理的洛洛来说比较没有什么感觉，主要就是烹饪时会自动选择上一次选定的角色，而且解锁成自动烹饪的料理，后续可以自己切换成手动烹饪。不知道班尼特的第6革命之作什么时候可以切换成手动启动呢？再来，这个优化应该是主要提供给一些偏单机游玩的玩家，在打野怪时如果觉得太难打不过的话，可以手动调降世界等级1级。要注意的是，世界等级调降后可以领取的奖励等级也会下降哦，并且冷却时间为24小时。这个功能出来后，更没有理由在那边压等啦。可以找得到联机伙伴的话，洛洛也建议能抱大腿刷圣物就尽量抱，找不到朋友欢迎来洛洛的 Discord 群组，不压等，懂得合作，这样才会成长得更快哦。深境螺旋优化的部分在于深境螺旋2层挑战之间进行编队时可以直接从右上角退出，以及挑战时可以按下 ESC 或是按下左上按钮快速重新挑战。最后是后续个人界面可以新增自己目前所搜集到的名片。以上就是这次关于官方 1.4 版本直播的重点整理影片，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时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鲁洛帮会员，并享有专属福利。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熏肉 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